李明站在公司大楼前，深吸一口气，他紧握拳头，努力平复内心的怒火。昨天他又一次被上司当众批评，这次他决定不再冲动地顶撞对方。李明想起了爷爷教他的古老智慧，每当生气时，绕着院子走3圈。爷爷微笑着说，等走完，气就消了。李明闭上眼睛，在心中默数步数，1圈、2圈、3圈。慢慢的，他感到怒气在消散。睁开眼，李明露出了释然的微笑。他推开公司大门，准备开始新的一天。有缘人，欢迎来到静心思维频道，祝大家健康安泰，福星高照，一切顺利。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，我们常常被情绪左右，愤怒、焦虑、恐惧似乎无处不在。但是，这些情绪真的是我们的主人吗？我们常说喜怒哀乐，仿佛情绪是与生俱来的。但是，情绪到底是什么呢？佛陀在2000多年前就洞察到了一个惊人的真相。他说，人生有8苦：生、老、病、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、五蕴炽盛。这些苦难的根源，其实就是我们的情绪。现代心理学对此有了新的解释，情绪很可能只是我们大脑的一种错觉。听起来难以置信，让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实验。科学家在猴子面前放了一盏灯，每次灯亮，猴子就能得到果汁。慢慢的，猴子看到灯亮就会感到快乐。有趣的是，即使没喝到果汁，它也会快乐。这说明，快乐可能只是大脑的一种预期。人类也是如此，我们常常期待某事会带来快乐，但当真正得到时，却感觉并不如想象中美好。这就是所谓的享乐适应。从进化的角度来看，这种机制有其道理。自然选择给了我们3个设定：首先，完成某些任务会带来快乐；其次，快乐是短暂的；最后，我们倾向于忽视快乐的短暂性。这样的设定让我们不断追求新的目标。对于传播基因来说，这是有利的，但对个体而言，这可能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陷阱。所以，我们的情绪，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，很可能都只是大脑给我们的一种错觉。认识到这一点，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和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当我们说我感到快乐或我很生气时，我们似乎很确定这个我的存在。但是，我究竟是什么呢？佛陀提出了五蕴的概念。五蕴指的是构成我的5个要素：色、身体、受、感受、想、认知、行、意志、识、意识。佛陀认为，这5个要素都是无常的，不断变化的。因此，我也是不断变化的，没有固定的本质。现代心理学对此有着惊人相似的观点。研究表明，人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我。我们的大脑由多个思维模块组成，不同时刻，不同模块在主导我们的思想和行为。想想看，有时我们明明想工作，手却不自觉地拿起了手机；有时我们知道应该体谅他人，
嘴巴却不受控制地说出伤人的话。这说明我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，我们更像是由多个自我组成的。这些自我之间常常存在矛盾和冲突。认识到这一点，我们就能更客观地看待自己的想法和行为。我们可以学会观察自己，而不是被情绪所控制。我们已经了解到，情绪可能只是大脑的一种错觉。那么，这种错觉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呢？从进化的角度来看，情绪是一种生存机制，它帮助我们快速判断环境是否安全。看到食物会感到愉悦，遇到危险会感到恐惧。这些反应在远古时代对生存至关重要，但在现代社会，这种机制可能会带来问题。比如，我们容易对高糖高脂食物上瘾，这在食物匮乏的时代是有利的，但在今天却可能导致肥胖和健康问题。再比如，我们常常为一些小事焦虑不安，在原始社会，这种警惕性可能救我们一命，但在现代，过度的焦虑反而影响生活质量。更重要的是，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行为。愤怒时，我们可能说出后悔的话；恐惧时，我们可能错过重要的机会；快乐时，我们可能做出冲动的决定。认识到情绪的这些影响，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行为。我们可以学会暂停，观察自己的情绪，然后做出更明智的选择。这不是要否定情绪的价值，而是要学会与情绪和谐相处，让情绪成为我们的朋友，而不是主人。既然情绪如此强大，我们该如何掌控它呢？这就是佛学修行，特别是冥想的作用所在。冥想听起来神秘，其实很简单，它是一种专注当下的练习。在佛教传统中，冥想有多种形式。今天我们重点介绍正念冥想。正念冥想的核心是觉察，觉察自己的呼吸，觉察身体的感受，觉察内心的想法和情绪。具体怎么做呢？让我们一起尝试。首先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，可以盘腿坐，也可以坐在椅子上，保持背部挺直，但不要太紧张。然后闭上眼睛，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，感受空气进入鼻子，充满肺部，再感受空气缓缓呼出。你会发现，心里总会冒出各种想法，这很正常，不要抗拒，只需轻轻地把注意力拉回到呼吸上。开始时，可以每天练习5至10分钟，慢慢的，你可以增加时间。正念冥想的好处是显著的。首先，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觉察自己的情绪。当我们能够觉察情绪时，就不会轻易被情绪所控制。其次，冥想能增强我们的专注力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专注力是非常宝贵的能力。再者，长期的冥想练习能改变大脑结构。科学研究发现，冥想可以增加大脑灰质密度，提高情绪调节和自我意识的能力。最重要的是，冥想能带来内心的平静。当我们学会观察自己的想法和情绪，而不被他们所控制时，
我们就能体验到真正的自由。记住，冥想是一种练习，需要时间和耐心，不要期待立即见效。享受过程本身就是修行的一部分。在佛学中，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色即是空。这句话看似深奥，其实蕴含了深刻的智慧。色指的是我们所感知的世界，不仅是视觉，还包括我们的所有感官体验。空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不存在，而是说我们赋予事物的意义是空的。举个例子，想象你正在听一个电锯的声音，你可能会感到烦躁，认为这声音很刺耳。但是这种烦躁感真的来自声音本身吗？如果我们仔细观察，会发现声音只是声音，烦躁是我们的反应。我们给声音贴上了令人烦躁的标签。通过冥想练习，我们可以学会觉察这个过程。我们可以承认我感到烦躁这个感受，但不被它控制。慢慢的，我们可能会发现，电锯声只是一系列的震动，它本身并不带有任何情绪色彩。这就是色即是空的含义。世界本身是中性的，是我们赋予了它种种意义。理解这一点，并不是要否定我们的感受，而是让我们意识到，我们有选择如何看待世界的自由。这种认识能带来巨大的解脱感。我们不再是情绪的奴隶，而是成为自己经历的主人。这就是佛学智慧的精髓。通过觉察和理解，获得真正的内心自由。修行的意义约300字。那么，学习这些古老的智慧有什么意义呢？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，我们常常被各种压力和焦虑所困扰。佛学的修行，特别是冥想练习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。通过修行，我们学会觉察自己的情绪，而不被它控制；认识我的本质，超越固有的限制；以新的视角看待世界，获得内心的平静。这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生活的挑战，还能让我们活出更真实、更自由的自己。修行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更深入地理解和体验生活。它让我们在繁忙中找到宁静，在混乱中保持清醒。这就是佛学修行的真正意义，不仅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，更重要的是改变我们自己。有缘人，感谢收看本视频，希望对你有所启发。若觉得有帮助，请点赞支持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别忘了订阅，更多精彩等你。我们下期再会，愿你修行之路畅通无阻。